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武帝太初3年春正月，任命严广为御史大夫，这是接替刚刚过世的倪宽。武帝本人照例出巡，照例一路走到东部沿海，照例考察方士们呢求贤成果，当然照例一无所获，然后照例到泰山封禅。不管国内和国际形势有多严峻，这一套标准流程总是不能少的。匈奴那边儿单于过早耗光了自己的好运气，竟然在逆风飞扬的风口上突然英年早逝了。按照《史记》的说法，儿单于原计划亲自指挥攻打受降城，结果病死在半路上了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可让大汉君臣啊舒了一口气。回顾儿单于的一生，天不假年，从继位到病故不过3年时间。这3年间，虽然又是暴雪的肆虐，又是族人的离心，但他竟然凭着残暴的性情和爆棚的好运，为颓势中的匈奴人狠狠提振了一次士气。假如上天再多给他几年的寿命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成长为另一个冒顿单于呢？匈奴人马上面临单于大位的继承权问题，而单于正是因为年纪太小，所以才被称为儿单于。所以儿单于虽然留下了自己的骨且，但可想而知，这个小男孩实在小的没法继位。匈奴人于是拥立儿单于的叔父，也就是乌维单于的弟弟右贤王须黎胡为单于。草原民族首领啊，必须像狼群中的头狼一样，这就决定了小孩子就算血统再纯正，也没有办法正常接班。当我们看历代单于基本维持着父死子继的传统，这确实是合乎人性的选择。只有伊稚邪抢班夺权是个例外，如今须黎胡这种情况又是一种例外。那么新单于的上位会给汉匈关系带来怎样的改变呢？汉帝国打出了新战术，到边境几百里之外兴建大大小小的各种城堡要塞，一直布局到今天蒙古国境内。这一时期的将领当中出现了一位长平侯卫抗，他就是卫青的长子，自称父业，先是做了侍中，有了给武帝端尿壶的资格，现在终于开始统兵作战，北征匈奴了。卫抗长平侯这个爵位就是从父亲卫青头上继承来的。这一年的秋天，匈奴大举入境，虽然先得后失，但总体算下来到底占了一些上风。局面呀变得微妙起来。汉帝国这边，先是李广利西征大军在西域跌了个灰头土脸，折损了几万人，又是帐破奴被匈奴俘虏2万汉军，全军覆没。最新一轮的攻守当中，汉军也没能占到任何便宜，这就意味着西域诸国将会彻底倒向匈奴。汉帝国自从张骞凿空以来的苦心经营，眨眼就会前功尽弃。但这个转变并没有真的发生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呀稍后再讲，现在先沿着《资治通鉴》的时间线，简单看看汉帝国的一起人事任免事件。事情啊本人很简单，无非是孙阳侯张昌在太常的任上受到工作不力的指控，被撤销了爵位。这是张昌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出镜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无论是他这个人，还是他被撤销爵位这件事，在历史上都是无足轻重的，但之所以要被重重记下一笔，是因为这就是见一叶落而知秋的那一夜。张昌的孙阳侯是从父亲张广国那里继承来的，张家的血脉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朝初年8大异姓王当中的赵王张耳。张耳这一脉虽然历尽波折磨难种种，但好歹传承下来一个彻侯的头衔，理论上依然是汉帝国的一个小股东。张昌担任的太常职位属于皇家礼仪官，位列9卿，像宗庙祭祀、陵园管理之类事情都归太常管。朝廷有一个惯例，太常这个职位一律由彻侯担任。比如前面讲过的竹敷衍被灭族的同年，武帝想让辽侯孔臧补张欧的缺，就任御史大夫，但孔臧推辞说，我的专业领域是儒家经典，不如让我做太常，管理祭祀事宜，这是我们孔家的家族事业，我愿意跟我的堂弟孔安国一道整理儒家经典，造福千秋万代。于是武帝任命孔臧为太常，给他3公级别的礼遇。
龚臧辞去了实权职位御史大夫，甘愿坐冷板凳去主持礼仪、整理文献，这应当是出于真心。但假如孔臧真的做了御史大夫，应对纷繁复杂的实务和各种公孙弘主辅掩饰的人物，大概率是不会得到善终的。孔臧称得上是既有自知之明，又有明哲保身之处，但即便是他在太常任上也只做了1年时间就被免职了，罪名是没能及时修缮一座礼仪性质的天桥。太常的工作重要性可大可小，往打处说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，祭祀活动占到了国家大事的一半，尤其不能对当今皇帝的列祖列宗失了半点礼数。往小处说呢，无论富国也好，强兵也罢，都跟太常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太常这个岗位竟然很难做。宋代学者洪迈做过一个统计，说自从武帝元寿年间以来，被问罪撤职的太常竟然多达20人，这个岗位简直就是动辄得救啊！所以洪迈推测说，武帝就是要打压彻侯，吞掉他们的封地，所以才会存心让彻侯担任太常，方便整治他们。也就是说，正因为太常工作的重要性可大可小，怎么理解都对，所以随便抓个小纰漏就可以无限放大。孔臧的情况就算好的，只是被免职而已，这对孔臧而言真的就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但张昌就不一样了，免职虽然不是大事，但连带着爵位撤销，侯国被收归国有。《资治通鉴》从张璋事件追溯过往，说当初汉朝开国，刘邦分封彻侯143人，当时天下初定，人口逃亡现象还很严峻，即便是搭成名都，在籍人口也不过10之23。那个时候彻侯的封地大的不过10000户，小的只有500-600户。封爵的誓词是这么说的：即便有一天黄河变得像衣带一样细，泰山像磨刀石一样小，大家的封国也都会安然无恙，子子孙孙传至永久呢。当时赌咒发誓，又是开正名，又是杀白马，搞得特别郑重其事。到了吕后时代，又把封爵等级和排序重新厘定了一次，又经过了文景之治，原先逃散的百姓还纷纷的回家了，再加上生儿育女，侯国大者3-4万户，小者也比原先户口翻番。彻侯子孙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，大多因为违法乱纪的缘故深陷法网，侯国撤销。到如今呢，这个彻侯就只剩下4位了，法网也越发严密了。硕国仅存的彻侯到底是4位还是5位，到底是哪些人，史料记载并不清晰，但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汉朝开国100年来，先是异姓芒被迅速剪除，然后是100多个彻侯只剩下4-5个，中央集权的势头一往无前。从当初封侯誓言的信誓旦旦，到如今的枯叶任凋零，引发了后人太多的唏嘘。但如果就此认为早在刘邦立世的时候就只是对战友们虚与委蛇，憋着将来要狠狠地收拾他们，很可能或多或少冤枉刘邦了。人间从来共患难易，共富贵难，这背后起作用的是人类作为社群动物的顽固天性。人与人的约定是基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境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情境会变，人会成长，强弱之势会逆转，无数的不确定因素都有可能占据中心位置，这不是一句等闲变却故人心就可以简单归因的。国家股东之间如果封建制成为共识，那就会像周朝那样，终有天子示威，大国诸侯崛起的一天。因为周天子的实力无论有多强，就算灭掉了当下所有的诸侯国，但又如何呢？还不是照旧要把大片国土分封出去吗？所以大国诸侯崛起这种事情对于封建制而言属于系统性风险，或迟或早而已。汉朝搞郡国双轨制，又有秦朝的郡县制操作作为近在眼前的历史经验，那么皇帝吞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和彻侯采邑，就不但有充足的动机，吞下来之后也有现成的手段可以消化这些土地和人口。历朝历代各种丹书铁卷都在名义上保障着开国元勋的特权，但结局
并不更好。接下来《资治通鉴》的叙事就回到李广利西征军团那条线了，我们下一讲再见。